Hello，各位兄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本期视频中，我会对全球最大的几个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分析对比。我会从5个方面对这些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分析，其中有5个比较关键的指标。那我们都来看看他们在这5个方面表现的怎么样。希望你在看完这个视频后可以决定哪个交易所更适合你。首先必须要有良好的法币进出通道，也就是我们入金或者说出金要非常的方便，这样我们才能轻松的将资金存入或取出这些平台。另外就是加密货币的进出通道也必须方便。刚才我们说的是法币，比如说人民币、美元，那这次我们第二个就是加密货币的进出通道，比如说我们的比特币、以太币等等、狗狗币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加密货币取到自己的钱包，或者说转移到其他交易所。同时我们还有个要求，就是希望这些平台的交易费要低。另外就是交易所的可信度必须是100%可靠。最后，交易所是否提供一些增值的功能，也是我们应该考虑的因素。希望这个视频能帮助你选择到合适的交易所。如果说你想了解如何实际操作这些平台，我会在视频下方提供视频教程的链接，这些视频会详细介绍如何注册，比如说欧易账户、币安的账户，如何出金入金，如何提现，如何进行现货交易、合约交易等等。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查看视频下方的链接。另外有一些交易所，比如说币安、欧易，还会为新用户提供存款和交易的奖励。那我会把相关的优惠信息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虽然说这些奖励并非在每个国家都可以用，但是在许多国家都还是比较实用。作为新用户，如果你入金并进行交易，就可以获得存款奖励。如果你本来就打算进行交易，可以顺便领取一下这些奖励。具体信息我会放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需要兄弟可以暂停一下视频，打开下面的链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首先我要讨论的是交易所的可信度，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这里有个网站叫做 DeFiLlama， 这个网站是专注于去中心化金融领域的数据统计还有分析，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来到这个网站以后，我们往下面拉，这里你可以看到 CEX 透明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各大交易所的透明度报告，我们点一下它。这上面的信息我大概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认识相对应的交易所的名字，第一个叫 Balance， 就是币安，第二个是 OKS， 下面第二个是它的资产，第三个是它的净资产。所谓净资产就是除掉用户的钱，平台它本身的实力，这个是24小时的流入资金，这个是7天的流入资金，这个是1个月的流入资金，这是自定义时间的流入资金。上面的话都非常详细，你在这个网站里面大概就可以看到各大交易所的实力，还有他们的交易量，非常的有用，推荐给大家在交易之前可以先去查一下。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站叫做 Coinbase， 一家美国企业，而且它在美国上市。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用户来注册这个网站有点麻烦，比如说去年2023年，如果说你用中国的护照在这个网站注册的话，你是会被拒绝的。不过今年的话，它好像开了一个口子，开口子的是 Coinbase 的德国区域。如果说你想注册 Coinbase 的账号，首先你需要拥有大陆的护照，并且有效期需要超过8年以上。第二个的话，你还需要拥有德国的 N26 银行的账户。第三个，你在登录这个网站的时候，你的代理，也就是你的 VPN 必须要改成全局的德国 IP，最好是加宽。我们的 IP 的纯净度最好需要超过 90%，这个网站可以查询你的代理的纯净度，相关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这里可以看到你的伪装 90%， 你的匿名措施是安全的，这里的话说明这个问题不大。Coinbase 的话，它是一家上市公司，股票的话它在公开市场交易。我并不是说叫你去 Coinbase 里面买比特币，我这里只是介绍一下这几家交易所，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当然因为 Coinbase 在中国大陆有点麻烦，它并不适合每个人，
但是如果你不在中国大陆地区，那你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平台，因为它的股票在公开市场交易，所以说因此它有世界上最顶尖的律师和会计事务所对公司进行审计，基本上不太可能发生什么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对于其他没有上市的交易所，显然如果说你要了解它幕后发生的事情，就相对来说比较难。但是经过上一轮 FTX 这家交易所的事情以后，因为 FTX 之前本来是非常大的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但是后面它崩盘了，它在2022年申请了破产所以说现在行业普遍采用了一种新的模式，叫做储备证明。通过储备证明这种方式，交易所可以通过加密技术证明它拥有某些钱包，并且这些钱包里面确实是有钱的。比如说 OE 的储备金证明，那我们可以打开 OE 后右上角更多这里你可以看到储备金证明。来到这个网站以后，你直接点击查看 OE 的储备金率，你可以看到它的 BTC 也就比特币的储备金率是 105%如果超过 100%如果说出现挤兑的话，它也有钱的话它也有足够的钱来应对ETH 101%， USDT 105%， USDC 100%，说明的话问题不大。也就是说用户存入的资金没有被转移、出售、借贷或者进行任何其他操作，前提是这个是100%，这一点非常重要。对于我们无法深入了解这家私营公司内部运营的情况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透明度了。因为如果它没上市，那你很难了解它的财务情况，只有通过储备金率来查看。如果说你使用的交易所没有提供这种储备证明，而且它没有上市的话，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已经成为了行业的标准，所有的主流的交易所都在进行储备金的证明。有了储备金证明以后，我们可以确信没有什么幕后操作在进行。但是这并不是说这家公司即使是有储备金率，也并不意味着公司本身不会破产或者倒闭如果说发生这种情况，那资产将被锁定在破产程序当中。不过只要他们拥有1:1的资产配比，比如说这里超过了100%，你的资产的话仍然会存在，只是需要通过破产程序才能取回来如果资产不在，那就麻烦大了。就当前来说，储备证明已经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些公司大多数是私人企业，这就是目前的现状。需要注意的是，加密货币交易所它不是银行，他们不应该借出你的资产，不应该将资产出售或者说进行其他操作，你存入的资产应该一直保持原样，直到你决定把它们提现为止。所以储备证明几乎是目前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如果你所使用的交易所不提供这种证明，那可能是一种比较危险的信号。现在我们来谈谈法币的充值和提现的通道，这是使用加密货币交易时最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不能非常方便的将自己的钱存入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或者说从平台取出来，那么就非常的麻烦。资金的进出的方式主要是依赖银行系统，所以我们需要通过银行进行付款或者转账。在 OE 或者说在币安，在中国大陆地区，你可以用你的银行卡进行入金，也可以用微信，同时支付宝也是可以的。目前的话，只有 OE 和币安对中国大陆地区来说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第一推荐的是 OE 在中国大陆用起来是最丝滑的，你可以用支付宝、用微信、用银行卡都可以充值买币提现都没问题。那除了中国大陆地区其他国家地区可能首先使用的是信用卡支付，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支付方式，但是手续费就比较高，不同国家的手续费从 1.8% 到 3% 不等。一般情况下，信用卡的支付的手续费大概是在 2% 左右，所以如果说你使用信用卡进行充值买币手续费大约为 2%。如果说你想提现，通常也会收取 2% 的费用，这样进出的总共你需要支付 4% 的手续费对于加密货币来说，比如说比特币这种每年的涨幅在 50% 到 80% 之间的资产来说，这点手续费其实问题不大。另外一种选择是进行银行转账，那你可以通过传统的银行
或者说一些金融科技公司，或者说一些金融科技银行进行资金的转入。当然在某一些国家这种方式可能比较困难，所以你需要根据你所在的国家选择提现的方式。提现的费用的话通常是从0到10几美元不等，比如说通过银行转账提现法币的费用可能是从免费到10或者说15美元不等。我刚才说了，如果你想通过支付宝、微信或者说中国大陆的银行卡进行提现入金，那目前支持最友好的是欧易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如果说你是在国外，当然如果你是在国外拥有一个 PayPal 账号你想把钱提到 PayPal 里面现在目前来说唯一支持通过 PayPal 提现的交易所只有 Coinbase， 虽然可能会有一定的费用，但是目前其他交易所可能还不支持PayPal 的提现。这种支付方式就是点对点的支付，也就是 P2P。 这种方式有些人会用，但有些人不太喜欢。 P2P 交易所就像是一个中介平台，你通过银行把资金打给第三方的账户，并通过交易所的系统提供转账证明交易所会将卖家的加密货币锁定在托管里面，当你提供了转账证明以后，交易所就会将加密货币解锁并转到你的钱包里面来，在里面你可以买入卖出都没有问题。在一些银行支持不太好的国家，可能 P2P、P2P 是很多人选择的方式，许多人会同时使用多个交易所，这个非常的正常。比如说我使用欧易交易所进行充值提现我可以用币安交易所用于加密货币的交易都没有问题。在西方国家 Coinbase 和 Crypto.com 这两家交易所提供了最好的法币充值和提现的通道，资金进出相对容易。如果说你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两个交易所可能入金出金更方便，虽然有时候可能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但是总体来说体验还不错。说的话，这两家交易所的交易手续费相对来说比较高如果说你在中国大陆地区，最适合中国大陆地区的朋友买加密货币的平台就是欧易其次是币安。很多人他会选择一个法币进出通道比较好的交易所，然后通过区块链将我们的 USDT 也就是所说的稳定币或者说其他资产转移到另外一个交易费较低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交易这样可以降低交易费。 Coinbase 和 Crypto 在法币进出方面表现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些交易费较低的交易所，比如说 Kraken、Uphold、Swissberg， 他们在法币的充值和提现方面表现其实也不错，但是就是交易费还是相对来说高了一点点。所以说比较明智的做法就是选择一个法币进出通道比较好的交易所，再配合一个交易费较低的交易所进行操作。具体选择还是要根据你的个人需求还有你所在的国家来决定。刚才我说的 Kraken、Uphold 还有 Swissberg 的话，它可能更适合西方国家，尤其是在欧美，法币的充值和提现通道更为完善支持的银行的话也非常多。但是在中国大陆地区的话，可能就是欧易、币安更适合你。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交易费交易费的话，这是应该是我们非常关心的话题，因为你每进行一次交易交易平台、加密所交易平台都会从中间抽取一部分在我看来 Bybit、欧易还有币安应该是全球3大顶级交易所，这3家交易所的话都非常专业其中欧易在中国用的话是最丝滑最好用的，也是最方便的这3家交易所在交易费和系统搭建方面都非常的相似，这3家的交易费大概是 0.1% 左右，也就是说每进行一笔买卖操作，你需要支付1/1000的手续费这是目前我认为交易费最便宜的3大交易所，就是币安、欧易还有 Bybit。 另外这些交易所还提供了一些折扣和优惠，具体的话取决于你的交易量还有是否支持交易所的代币。比如说在币安和欧易上面，如果你持有一定数量的交易所代币，那可以享受
手续费的折扣，其中币安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如果说你用币安币，也就是 BNB 进行支付，还能打个 25% 的折扣，也就是说手续费可以从 0.01 降到 0.075。对于 OE 如果说你持有一定数量的 OE 币，也就是 OK 币，也能享受到手续费的优惠。具体优惠多少取决于你的账户你的代币的数量。如果说你的交易量比较大，比如说超过100万，你还能享受到更多的折扣。这就是 LV 第二层级的优惠。每个等级对应的 OKB 的持有总量是你能享受到的优惠的话，可能略有不同。对于 Coinbase 还有 Crypto， 他们的手续费就比较高了。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币安还有 OKS 是 0.1% 左右。Coinbase 它手续费是 0.4%， 要高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 Coinbase 它的手续费真的非常高， 0.4% 到 0.6%。Crypto 的话，它是按价差收费的，也就是买卖之间的差价。换句话说，你如果在 Crypto 里面进行交易，你没办法明确的知道自己需要支付的手续费是多少，因为费用被隐藏在买卖的价格差中间。Kraken 的手续费也不低，但它有稳定的法币充值和提现的通道。Kraken 的手续费大概是 0.2% 到 0.4% 之间。如果你的交易量在1万到5万美元之间，那手续费降到 0.2%。但是这个即使它降到了 0.2%， 相对于我们上面的币安还有 OE 的 0.1% 也会高很多。所以说 OE 和币安才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总的来说 OE、币安还有 Bybit 他们的交易费是最低的，而其他的交易所相对来说真的贵很多。OKS 也就是 OE 最适合中国这边用，其次是币安和 Bybit。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交易界面。目前这些主流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他们使用的交易界面都是 TradeView， 基本上都是 TradeView 提供的这种交易界面。TradeView 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金融图表和分析的平台，提供了全球范围内实时的数据和图表的分析工具。用户可以通过查看股票、加密货币、外汇、大宗商品等多种金融市场的价格走势进行技术的分析，比如说均线、K 线图趋势线等等。我们经常用到的 OE 的交易平台，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的 TradeView 提供的交易界面。我们以 OE 为例，右侧的话是交易系统。如果说你喜欢你还可以点击这些按钮进行布局，这个点右上角你就可以进行自定义布局，或者说你可以进行拖动。中间的话，你按住鼠标中间的滚动键，还可以进行放大放小。左上角的话显示的是交易对，你要买什么币，那你可以在里面进行选择。右边的话，它会显示实时的买入或者说卖出的价格。当我们选择交易所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低价差还有低手续费。币安毫无疑问是目前交易量最大的领导者。在币安你可以获得更加紧密的价差以及更深的流动性。同时币安还在众多的交易对上提供了更深的流动性。如果说你喜欢交易小众的加密货币，那币安的话肯定会是你的首选，因为它里面提供的交易对非常的详细。右边你可以选择非常非常多的交易对进行一个交易，你点击一下它，左边就会实时发生变化。但是每次在你点之前，这里有个免责声明，你需要把它点出来，全部选好，点击阅读，点击确认，它就会进行实时显示。币安提供的交易货币的种类是最多的即使是非常小众的加密货币，在这个平台上你也就可以找得到。不过并不是说 Bitbuy 还有 OE 他们就很小其实他们也是行业中的巨头如果你主要交易比特币、以太坊等主流资产实际上这3家的交易所差别不大，只是币安的交易量更多确实是一个优势。其他平台比如说 Kraken、Crypto 还有 Coinbase， 他们在布局设计我个人认为的话，可能感觉还是差那么一点点丰富性的话明显要感觉差很多。
比如说这个 Kraken 左边的界面我刚才刷新以后，它加载了很久感觉才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你看这是 Kraken 的交易界面，我刷新以后，它感觉会刷新很久，最左边也是很久都出不来。那如果说你用 OE 你刷新以后，它的整个交易界面看起来非常的清晰明了，而且速度的话也会快很多。可能是因为 OE 的话，它更符合我们中国大陆这边的朋友来进行一个交易。这个是 Coinbase 的交易界面，这是 Coinbase 的高级交易界面。其实说实话还是不是很理想。如果你用的是高级交易功能，手续费可能会低一些。如果说你用的 Coinbase 简单的转化功能，手续费和价差会更高因此的话不推荐这种方式。这个是 Crypto 的交易界面，非常的简洁可能比较适合初学者，但对于有一定经验的用户来说，就显得有点不够专业最后就是 Kraken， 它可能介于 Crypto 和 Coinbase 的之间。总的来说，我认为币安、OE 还有 Bybit 仍然是行业的标准，他们应该是做的最好的。接下来我希望你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就是 Web3 钱包。这个是目前加密货币领域一个快速发展的应用场景。那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什么是 Web3 钱包。Web3 钱包是由加密所为你创建的加密货币钱包。你可能之前听说过冷钱包。那这个钱包的话，它结合了自我托管和区块链钱包的功能，同时还保持了与交易所的便捷连接。也就是说，你既可以掌握钱包的控制权，又可以轻松的在钱包和交易所之间进行资产转移。在 Web3 钱包里面，目前做的最好的两家，一的话是 OE其次是币安，尤其是 OKS、OE 可能在这个功能上位居榜首。那我们来说一下 Web3 钱包的运作原理。对于币安或者说 OE 来说，平台为用户创建的 MPC 钱包也就是多方计算钱包。那什么是 MPC 钱包？多计算钱包它是基于多方面计算，它能够提高钱包的安全性和私钥的保管方式与传统的钱包不同， MPC 钱包不需要用户完全负责保管自己的私钥，而是将私钥分割成多个部分，分别由不同的参与方或者说系统共同计算和管理它会有非常多的平台来参与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说其中某一方面，比如说这个它受到了黑客的攻击或者泄露整个私钥的话也不会完全的暴露从而大大提升了安全性。有了 MPC 钱包，也就是 Web3 钱包，你就实际掌握了钱包的私钥，所以说这是真正的自我托管钱包。但是与此同时，它也集成在你的交易所里面使用也更方便。比如说在应用的顶部，我们打开 OE 以后左上角这里有个 Web3 钱包第一次进来你可以点击这个游客模式进来感受一下。你可以在这个钱包里面轻松的在交易所和钱包之间进行资产转移，享受区块链的功能。这上面这里有个工具集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在工具集里面你可以进行批量转账、下载钱包地址批量导入私钥等等，并且通过 MPC 技术，你拥有私钥，也可以很方便的恢复私钥，不需要去记住繁琐的助记词你不需要记住那些比较麻烦的助记词这种方式非常先进，而且非常的便捷。Bybit 的话，它也有 Web3 钱包它提供的 MPC 钱包和托管钱包。托管钱包就类似一个区块链的账户，但私钥的话由交易所掌握虽然它提供了区块链功能，但是与完全自我托管相比的话还是稍逊一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交易所的情况Coinbase 的话也在推出 Web3 钱包，不过目前的功能还比较有限。虽然说他们有一个独立的 Coinbase 钱包的应用，它的区块链技术支持非常的有限，并且的话需要用户手动保存助记词非常的麻烦，这在如今已经显得有些落后了。相比之下 OE 的 Web3 钱包和币安的 Web3 钱包更加的完善。Kraken 的话，它也在开发自己的钱包，它是一款功能强大的自行托管式钱包。Crypto 也有 DeFi 钱包，但是仍然你需要靠
助记词的方式相对来说还是不够先进。总结一下 Web3 钱包它其实在加密货币领域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功能，我强烈建议大家去了解一下。币安和 OE 和币安在这方面处于领先的地位，其次是 Bybit 紧随其后。Coinbase 的话还在努力追赶，但还有非常多的改进空间。和许多股票经纪账户不同，加密货币交易所不收取托管费，还有账户费，所以说你可以多尝试开设不同的账户，看看哪个更适合你。希望今天 BTC 小比的分享能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所提到的相关网站的链接，比如说 OE 还有币安的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这两个平台币安和 OE 的更适合中国大陆地区的用户。如果说你在中国大陆地区要进行比特币的交易，首选肯定是 OE， 它支持支付宝、支持微信还有银行卡进行出金、进行入金还有出金。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了解一下。最后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加密货币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领域，投资是有风险的，交易需谨慎。